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美中在阿拉斯加的不愉快的会谈之后，当然后续大家都在关心到底有哪些的一些发酵哦。其中当然很重要的部分是美国马上随后联合英国加拿大甚至跟欧盟做什么呢？来制裁了中共特别是新疆的官员。那后来呢，这个中国也用诽谤不实怎么这样的一个指控呢？回过头也针对欧盟的官员学者也进行这些反制。有人就说，哇，这种反制然后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不就中国开始与世界为敌？因为过往我们看到川普的部分比较在单边主义的部分这样在走。那我觉得现在的拜登显然就是联合更多的一些国家，显然中国看起来更加孤立，可是中国它所有的这些行为看起来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更战狼式的外交的形式针对所谓的各个国家不断的做这些反击我想这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来观察一下，好好来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公子时评的公子沈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本身他也在多伦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做相关的这些政治经济的一个研究，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经时评的一个自媒体的评论者。他说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他，可以好好来跟我们来谈论一下。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政经最前线的节目，在我本人的节目之外，有更多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交流。所以我想我们就一开始来请教一下我们公子沈因为基本上过往你对于中美的这些内容的部分，你也有非常深入的一些评析季辛吉有人说是中国的老朋友，他也在评论，他提到说，这个部分目前美中的关系，他认为有可能都堪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的一些氛围，大家就很好奇，那时候的氛围到底是如何？为什么他会这么样来说？那是不是可以请您来评析一下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们现在中美的关系堪称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那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在谈到的那时候的跟现在到底，如果你的评论来讲有哪些的差异，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基辛格最近这1-2年不止一次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没有讲清楚做出这种对比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让我来解读的话呢，实际上当今的国际局势确实和一战前夕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一战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性的外交取代了在欧洲长期保持的一种势力均衡。那么这种强权结盟的对抗呢，涉及到了贸易壁垒、宗教冲突、领土争端而这些在今天实际上都存在，并且过去一直都在存在那么是否会引发军事上的冲突呢？一方面就要看这些冲突点是不是在过去加剧了、增多了。另外呢，就要看这个是否能够继续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过去这个形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秩序遭到了破坏。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国际局势大国结盟所产生对抗这样的一个苗头已经出现了。比如说中国跟伊朗、朝鲜、俄罗斯就形成了某种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的同盟关系按我的话说呢，就是21世纪版的轴心国。那么中国跟俄国两国呢，甚至还要建立新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来和美元脱钩可以说由美国主导的，在这个2战之后所建立起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遭到中国的挑战和威胁。那么当然，美国也和日本、澳洲、印度组建成4方联盟，逐渐形成了印太战略，还联合了英国、加拿大、欧洲的盟友来对中国进行制裁当然了这些国家其实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还是很庞大的。那么我们如果再细看的话，还有很多的征兆，其实比如说在一战前，德国是迅速崛起然后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种野心就可以对应今天中国的所谓的伟大复兴还有重写国际秩序的企图。
另外呢，一战各国的内部的这个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以及之间逐渐增多的贸易壁垒也可以对应今天中国、美国欧盟他们这个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兴起，还有就是美国拒绝参加一战的这种态度也可以对应今天欧盟对中国的这种绥靖主义的倾向给了中国一种可以挑战这个国际秩序而又不会付出太大代价的这种错觉。还有就是在一战前，那么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政策也可以对应今天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加掩饰的敌对的立场和军备竞赛。还有就是当时的法国要从德国收复失地这种想法也可以对应今天中国和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领土争端。所以说讲了这么多就可以看得出来，冲突点是有很多的指不定某一点的爆发就可能会把所有人拖下水。而这些冲突点呢，是很难一个一个的去和平解决的，因为它背后不仅涉及到大国博弈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大跟老二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遇到了一个瓶颈遭到了抵触，而且开始朝着这个区域化的方向发展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的周期性的特点造成的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曾经研究的一个成果因为这种周期性特点导致的就是说各个国家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撕裂还有就贫富差距非常严重，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还有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个情绪很高昂等等等等总之，人类历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那么我们去看一战前期，当时各国的君主的关系还算是很融洽的实际上互相也都是亲戚关系嘛。除了巴尔干半岛的一些民族主义的运动有一些极端行为，而这种极端行为同时也是可控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边缘。另外我们再看1914年的一战爆发之前大概14年间，从1900年到1914年，电话、汽车、电影、飞机还有就是这个爱因斯坦相对论，这都是逐一问世的所有人都在享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声光电的现代化谁能想到就是在大家都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却悄然而至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打仗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坐下来谈才行但是如果我们读点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现实恰好相反就是战争正是重塑秩序的最终极的解决办法，向来如此。虽然我们都不希望会发生战争，但是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基辛格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也提醒过我们，就是全球化虽然强化了各方之间的联系，反而却增大了冲突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大家谈到一战的时候，历史学家总是会说，就是在一战的各方都预料到了这个战争最后的结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数千万人死伤，三大帝国解体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去打这个仗了因为太不值得了。毕竟在那个时候，就是一战各国的矛盾并没有激化到说要那种你死我活的程度。虽然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但是一战还是爆发了。一战爆发之后，还是没有吸取教训，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也不是还是爆发了吗？所以说呢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确实是硕果累累我们确实承认国与国的关系空前的紧密，高科技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但是一战跟二战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了这都不能够保证战争的戏码不会再次的上演。谢谢刚刚公子沈的一个分析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战狼这件事情因为非常不可思议，过往外交人员通常他们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剂但我们看到之前中国的外交官竟然在推特辱骂加拿大的总理甚至说这个像美国的走狗一样，哇，这个颠覆了大家对于外交人员应该我们提到了有人扮黑脸，有人
扮白脸的角色哦。大家不解的部分是，明明他们都知道这样的部分会让中国树立更多的敌人哦，跟过往来讲，他们稍微柔软的会去运用一些外交的手腕手段，加上对于中国经济市场的部分来影响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议题的这些摄入，大家就不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这样子做到底会产生哪些的一些影响？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帮我们评析一下？在我看来呢，战狼外交的出现其实预示着中国外交的正式破产。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啊，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来呢奉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投靠了苏联啊，成为了苏联的某种程度的附属国啊。在这个赫鲁晓夫上台，中国跟苏联彻底闹翻之后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陷入了完全的孤立。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革命外交路线占了上风。曾经周恩来提出的那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啊，被彻底的抛弃了。那么这种革命外交路线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内部啊，要打倒阶级敌人啊，搞这种政治运动。那么对外呢，就是仇视资本主义的国家啊，高喊要打倒美帝，还有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口号啊，并且真的去做了啊，就是和这个所谓的苏修来争夺共产国际啊，这个国际主义啊，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接班人的角色，扛起这个大旗啊，扶持一些海外的红色颠覆势力，然后向各个国家来输出革命。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外交路线呢，抛弃了这个革命外交路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冷战格局，美国接受了中国抛出的这个橄榄枝啊，开始扶持中国来对抗苏联。中国甚至还打了苏联的小弟越南啊，恰如其分的给了美国递给了美国这一个投名状。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盟友们失去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共同的敌人。但是这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或者把中国当作下一个敌人，他继续的接纳中国，进入到这个由美国在2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使得中国搭上了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扩张的顺风车，成长为了世界工厂啊。比如说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2008年呢，美国的总统小布什亲自出席了北京08的奥运会啊，可以说双方的关系是极为的融洽，整个国际社会啊，或者整个西方社会给足了中国面子，而且美国、日本的对华援助啊，也一分都没少啊，一直没停过。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国际环境的宽松以及中国内部的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本身就是有这个关系的。那么，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发生了8964的事件，中美的撞击事件呢，中国的这个外交路线都没有改变过。那么这个外交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中国重新提起了周恩来那个和平共处5项原则，然后邓小平还加上了韬光养晦的指示，并且他特别的强调绝不当头这4个字啊，这成为了主导中国外交的主要的思想。那么什么叫做绝不当头呢？这就是意味着说认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龙头老大的地位啊，我不会去挑战它。本身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邓小平清楚的知道，一方面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太多啊，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中国本身的改革开放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给了中国的这种改革成长或者摸着石头过河啊，营造了良好的一个国际氛围啊，我给你时间让你慢慢的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美国本身它当然也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经济利益，这里边涉及到了华尔街财团和跨国企业对美国外交的一个影响力啊。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对中国打压人权呢，侵犯知识产权呢，还有就是军事现代化啊这些方面，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们自欺欺人的认为说中国会改变的，只要中国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来帮助中国发展啊，然后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开放，然后中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啊，更加深入的去融入全球化，
NBA 啊，什么这个好莱坞啊、麦当劳啊进入中国市场，那么早晚有一天，中国会放弃这个专制，然后放弃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这个转折点出现在了习近平的上台前后啊。那么，习近平呢对中国内部呢是加强了言论的管控，抓捕人权律师啊，关停这些国内外的 NGO， 然后设立了新疆的集中营啊，把手伸向香港，威胁台湾。那么对外呢，然后还是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然后在南海有军事扩张啊，统战大外宣，走向全世界啊。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就是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还有中国制造2025，以及一直存在的这个千人计划。美国人就发现了，说他们改变中国，或者是慢慢的和平演变中国的这种想法，原来只是幻想啊。过去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养虎为患，这些所有的预防手段都是失效的啊。比如说，欧美的国家啊，这些高等学府在过去30年来啊，培养了不少的中共的党内精英，他们希望这些人掌权之后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风貌。但是没想到习近平把他们都夺了权啊，没人敢妄议中央啊。美国甚至也没有设立这个退出机制啊，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在今天有很多关键领域过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啊。你杀敌1000，你要自损800才行啊，这是一种窘境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呢，美国就开始在这个国家战略的安全报告当中就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就是说不能忍了啊，必须要做出改变了。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啊，在这个尼克松图书馆以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为主题的这个演讲，在我看来可以算作是正式拉响了新冷战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终于美国的两党精英幻想彻底破灭啊，痛定思痛，他们终于不得不去面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它的这个列宁主义的本质了啊，就是这种本质是权力至上的，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去改变它的。那么在美国对华态度彻底转向之后呢，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再也不忍了，那么中国的过去的这个外交努力就开始举步维艰了。除了这个无疾而终的中美贸易谈判啊，那么美国的高层也开始逐渐的疏远中国的官员，曾经的那些亲美派、知美派，美国培养出来的，或者是这个中共的鸽派啊，他们就突然变成了两面人了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虽然美国过去在努力的培养这一批中共精英啊，他们也在苦口婆心的劝阻美国说，哎呀，不要敌视中国，我们不想跟美国为敌。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段啊，甚至包括用这个经济利益来诱惑川普家族的人。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脱钩啊，已经逐渐成为了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主要手段啊，他们这些外交手段是失效的。那么当然了，这里边也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川普的团队所起到的一个转折作用，就是川普啊，这4年他培养的，就是或者他选出来这些鹰派的智囊，从班农到这个纳瓦罗，从波顿到伯明啊，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过去跟中共高层长期勾兑的那批深层政府的成员啊。即使后来拜登上台了啊，这个路线其实已经锁定了，就是对抗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了美国主流的民意和两党的共识啊。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即使奥巴马团队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归，他们也难以整体扭转这个中美的局面了，只会在一些优先项上面做出一些改变而已。那么中国的鸽派长期啊，在过去占据这个外交领域的这个权利，那么他们也与这个美国政商界勾兑很多年啊，他们自己的家人在美国啊留学生活，他们本人也很多人在欧美的大学进修过，但是他们在这种关键时刻却没有能力去劝服美国啊，所以说他们在中共的党内的地位呢就式微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共的鹰派自然就开始抬头了。那么鹰派人物会说什么呢？他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能够再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了。他们老想着颠覆我们。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富国强兵啊，厉害了我的国，那么我们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啊，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像韩国、日本这些国家一样做美国小弟。我们要敢于啊，这个直面这个美国的
这个纸老虎啊，要勇于反击啊。那么谁要是敢反对，那你就是投降派。他说这么多话之后啊，我觉得习近平符合习近平的想法的。所以说，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跟地位呢，我想显然是支持这个鹰派这一方的。那么中共的鸽派他们不得已啊，这个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也只好对美国强装这么一副强硬的姿态了啊！这就是在我眼里就是形势比人强。那么亲美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个杨洁篪，他利用阿拉斯加会谈的机会啊，大骂美国，还说出了所谓的这个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金句。这说明他是有备而来的，他就是要借机向党中央来表忠心啊。所以我们未来啊，包括现在都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过去越是跟美国的政商界关系密切的，现在骂美国骂的就越凶，这背后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逻辑的。那么在中美的这个决裂大背景之下呢，我们发现中国的外交官一个个都变成了战狼啊，甚至有些人是被逼成了战狼。就像大清帝国的时期这个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一样啊，或者是更像是中共在革命外交时期的这些红卫兵。所以即使大多数的外交官并不想披上这个战狼的外衣，但是他们现在也只能这么做啊。所以说呢，战狼的出现，它是中国外交破产导致的，是被迫衍生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啊！它暴露出的是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个本质，而且不仅是共产党为了这个政权的生存，它需要战狼啊，习近平本人他同样也需要战狼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战狼外交官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中国国家形象在全世界的这个暴跌啊，国际形势的恶化。也可以看得出，中共政府对这个国际间的权力平衡，它做出了一个重新的定位。还有就是，也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中国人普遍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里。谢谢我们公子沈的评析哦。那接下来我想继续再请教哦，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之所以现在仗着它中国的一些市场哦，然后对各个国家以商逼政哦，逼迫许多国家遵守它的游戏规则。我们看到中共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它利用商业的力量哦来影响我们看到许多的一些国际政治的一些运作方法。当然，特别是有几条红线哦，它不希望人家去触碰哦，包含西藏。包含新疆、包含香港，还有台湾的议题哦。特别在最近，我们看到西藏的议题，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西藏跟新疆的部分哦，产生了许多的一些讨论哦。那在新疆的部分，则是新疆棉。那新疆棉的部分来讲，引起许多的讨论，甚至中国境内也开始抵制这些全球的大厂哦。那有人就说，这个这样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中共会这么样极力来捍卫？是因为新疆它扮演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的角色，包含它的矿产哦。那他们宁可得罪全世界，他们也不愿意新疆失掉。那他们就是不希望联动的产生这些独立的效应哦。那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关于新疆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在全球产业链的重塑的背景之下，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中国现在正在逐渐失去它的人口红利。那么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承担起了部分制造业的重担，以及中国开始明显陷入到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廉价劳动力的这个优势已经不在，对中国它会将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奴役劳工的思想就孕育而生了。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抵制新疆棉一方面当然是人权的考量，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涉及到了贸易不公平的问题。就是欧盟在跟中国签署这个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投资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这个劳工待遇的标准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可以调动几十万上百万的廉价甚至是免费劳工像监狱的囚犯一样，他们可以没日没夜的在机器面前来工作在流水线上生产商品，那么这就可以大大的压低中国的制造成本，然后可以向西方的市场进行倾销。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中国制造业穷途末路上面的一个垂死挣扎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解释在面对这个全球的批评和质疑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不愿意去放弃在新疆集中营的这种制度他们这个放弃这种压榨劳工的手段的话呢，他们就等于是放弃了中国经济所倚重的现在所倚重的这个制造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轻易的改变，轻易的放手。那么同样的，我们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解读，就是新疆的这些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他们或者说整个的穆斯林的群体，他们在中共这个角度来看呢，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中共限制这个宗教自由，它的主要目的呢，倒不只是出自马列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更多的它是维护它的一个集权统治是一种现实政治的考量。那么共产党这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它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对它的权力的挑战的，哪怕有很多的这个理由。所以说呢，伊斯兰教本身它就有自己的教义它当然不可能轻易的去效忠共产党。再加上穆斯林的群体本身它有极强的一个组织动员能力，那么对中共在新疆的这个威权统治是一个很巨大的威胁。在这个维稳经费已经开始逐渐吃紧的情况下呢，把大量的新疆人口来关入这个所谓的再教育营，也就是这个集中营那么这其实是他们最节约成本的一种维稳的手段。那么今天在新疆的许多地方，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很多的这个现身说法，对吧？3步一岗5步一哨，荷枪实战的这个军警可以把守每一个路口你是拥有新疆身份证的话不管你是不是长相是这个维吾尔人还是汉人，你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的。我朋友也是汉人，在新疆的，他也是抱怨在新疆是非常非常的压抑的在他们看来是受到了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是一种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是地域上的歧视。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不仅仅是歧视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根本就是把新疆当做了他们的一个可以随意剥削的一个殖民地。所以说新疆人活的就像是亡国奴一样，二等公民因为在中共看来呢，他们的作用现在的作用至少能够看出来就是廉价劳动力就像以奴隶一样的来为这个党国经济添砖加瓦，除此以外呢毫无用处只会添乱所以说呢，在所谓的这个集中营之外呢，也要严加看管。那么当然除了剥削这个新疆的人口，他们也同时在剥削新疆丰富的资源。那么这个在政治这个宣传上面呢，中国政府在殖民新疆的这个理由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对吧？当然了，这个分裂势力背后它还加上了一个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些只不过是文宣我们不用太当真的。因为这个新疆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独立运动或者东突的这些运动，面对解放军的武力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不成气候的。他们能造成的最大的这个影响只不过是社会治安问题而已。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所谓的这个境外敌对势力指的是英国、美国的话，那就非常可笑了。因为英国我们看到现在连香港的这个自治它都维护不了，对吧？在新疆恐怕它也搞不成什么事儿。那么美军呢，我不否认驻阿富汗美军在战略规划当中对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东突组织的利用价值是有所考量的。但是随着美军未来全面撤出阿富汗，实际上他们的重心会转移到印太地区，现在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了，并不是中亚地区，反倒是俄罗斯可能是这个当地的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别忘了曾经在这个新疆成立的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在苏联的扶持下建立的。所以说我觉得倒可以观察一下，就是看看俄罗斯未来如何来对这个中国在中亚、西亚的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衡那么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公子沈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近年来哦，对于言论钳制的部分加大了力道，在习近平上来之后都是如此。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只要在网络上发表对政府不利的部分，哪怕他是官二代，过去是这些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这些共党的高干子弟哦，同样都会被整肃哦。那更不用讲一般的市井小民，这些维权的，甚至连 BBC 的记者哦，因为做了一些对于中国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利的一些报道之后，甚至还举家只好迁徙到台湾来哦。那这部分当然引起许多的一些讨论，所以大家会说，现在会不会是习近平所谓的心态上或者心理上是一个最不安全感的部分哦？那你如果习近平只剩这样的方法来稳固他的政权，你自己怎么看待他未来可能接下来的一些发展？你怎么评击后续中共内部的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走向呢？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党的教育和言论审查，实际上在中国一直都存在。我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洗脑教育，对吧？而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变本加厉形势愈加的这个严峻，那个也说明了这个共产党自身执政地位有了动摇。就10年前可以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在今天很可能就是无法通过审查。过去可以公开讨论的很多话题，在今天它就是敏感词可以被这个网信办来屏蔽或者直接删帖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今天富裕了，强大了，我反而看到是这个中共的体制更脆弱了，就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就要兴师动众要草木皆兵。同时呢，有很多的中国人不仅是五毛小粉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也是非常的敏感比过去更加的玻璃心了就是更不宽容了。同时，他们也更认同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祖国是批评不得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无法包容不同的声音了。那么，这是更骄傲自信呢，还是更心虚自卑呢？我觉得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些年是在不断下行的。我刚才提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就是金融风险和产业链的流失，这些都是这个没有灵丹妙药来这个加以扭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也是没有很明显的效果。目前呢，寄希望于这个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但是同时又面对了美国越来越大的这个制裁跟围堵，所以说前景我看是渺茫的。那么由于在中国是不存在民主选举的，那么中国的这些执政者他们是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的授权的。这样的话呢，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过去当然是主要依靠经济增长，而当这个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开始减速，甚至有停滞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自然就遭到了动摇，对吧？那么这种动摇首先就体现在了党内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面。那么我们要了解，就是中共的这个管理层他们的博弈通俗一点说呢，其实就是分蛋糕。那么大家普遍关注的这个全国两会的召开实际上很多人说是这个在分蛋糕，其实并不是一个分蛋糕的过程，它实际上是已经分完蛋糕了它在展示一个结果。分蛋糕都是在桌子底下秘密进行的。那么习近平很明显是节节胜利。那在习近平节节胜利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伴随着习近平在全面的控制党中央，而党中央呢是全面的控制整个中国，包括解放军、公检法以及舆论话语权。普通人我们感受到的是党在加强这个党性教育，或者是收紧言论审查，那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那么习近平实际上分到了最大的蛋糕，那么开始培养自己的亲信控制了这个党政高层的位置，解决了之前一批的既得利益。那么习近平定于一尊，恰好正是这个中共执政合法性动摇的时候最急切需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救心丸。因为有了习近平的全面掌权，经济发展作为这个执政合法性的这个指标的作用实际上就开始淡化了。习近平未来他需要的是团结党内党外的
那么不再需要就是说中国人的富裕程度超过美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多快，这个不再是重要的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要看这个衡量指标是你够不够爱党，够不够爱国，够不够拥护社会主义因为你谈到了说你有没有钱了，这个是资产阶级的这个享乐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识形态又回来了。那么香港的公务员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团体，公务员团体已经开始引入这个新指标了，就是是不是爱党，是不是爱国，是不是拥护社会主义总之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到这个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个一个自大蛮横与这个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形象已经开始呼之欲出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像过去沿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这个总体的路线的话，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让人民获得更多的财富跟权利，然后国家融入全球化以这个招商引资的能力，或者是这个跟西方资本勾兑的能力为参考的话，那么党中央就是在地方会失控的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你的这个文化水平又低，而且不懂英文的习近平本人很容易就被淘汰了，也不需要你了。因为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西方的资本也会更加的控制中国的关键领域这对中国的普通人并不是件坏事因为这个毕竟产业竞争和这个商品的多样化对这个消费者的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对共产党和这个党国体制和习近平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这个美国的川普总统开打这个贸易战中国100个不情愿，但是仍然不肯真正的去实现他曾经的承诺然后全面降低外国资本的准入门槛。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习近平的这个保守路线会占上风因为共产党的高层他们之间无论是如何的去内斗，路线如何的去这个竞争，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一条船上蚂蚱。那么党中央呢，为了这个保住自己的绝对统治就必须要实现有效的垂直管理，也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习近平个人的权利。而这本身呢，就是与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美的新冷战很明显已经开打了，那么全球的制裁和围堵中国的态势也开始逐渐形成，而中国呢，也开始准备以这个闭关锁国的内循环来应对外界对中国的孤立。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了，因为他不需要懂什么外语，也不需要善于招商引资，更不需要有多高的这个文化修养，他只需要像毛泽东一样，就是坚守最高权力的宝座，然后呢，使出他的帝王之术，牢牢地控制军权和官员的任命权。这样的话，就不仅可以对党内进行他想要的清洗，打造一个一言九鼎的一言堂，同时呢，还可以号召全中国人来打倒美帝野心狼给那些崇拜权威的中国人一个新的崇拜的对象来寄托他们的这个在改革开放这个走向死胡同的时候的失意和他们对自身境遇的不满给他们一个作为韭菜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说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给中国人洗脑和打气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现在这句话呢，已经顺理成章的从习近平的嘴里说了出来。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里。今天很谢谢龚直审很清晰的帮我们分析了整个美中之间的角力当然这部分延伸到包含很多人担心台海未来会不会一战这个战当然是到底台湾跟中国或者是美国跟中国会不会一战的部分引起许多讨论。毕竟的确过去许多的分析都会说台海是一个有可能产生战端的一个热点之一当然我们都必须要非常谨慎来做一些看待，我们也不会铁指说一定不会。当然
某种程度来说，他一旦要去做这个攻台的部分来讲，或者是跟美国来开战，势必会产生他们内部许多的一些代价。这个我想都是大家各自会去做一些盘算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这个公子沈帮我们很清楚的做这些分析，我想也可以让大家更有系统的了解这个议题。我们当然未来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哦，跟我们做更多的一些议题的一些分享。那就再一次感谢我们公子沈，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也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转传、订阅，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给更多关注这些议题的朋友。我们希望更多人的加油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更大的一些影响，让更多人了解深度正确的了解中国的议题。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